用上去之后，你就觉得天哪，你瞬间变贵妇的感觉，那个味道超级好闻。熬夜换季的时候都超好用，我觉得用完其实很明显，你会感受到你的皮肤会再变紧绷一点，然后有更回弹的那种感觉。我的面膜大军，它已经被我用了大概有6片了吧。当你撕下来的时候，就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超级亮的那一种面膜。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就是这2个色号，我应该很难找到再属于我的色号。很喜欢野生眉或是轻欧美妆容的，真的可以用这一支。我很喜欢那种自然的眉流感，要根根分明的那一种。这一个我用完之后，我竟然完全没有头皮屑了。就让我的头发很自然的那种很滑顺，然后很蓬松的感觉。这一个呢，我觉得超级适合日常去背的，超级好搭配，看起来超级 effortless 的，就是你不用很努力，看起来就很精致的那种穿搭，超级漂亮，超级知性。Hello， 大家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 Chloe。今天要跟大家分享2025年我的年度爱用好物们，然后这是汇集了一整年的东西要跟大家做分享，所以有一点点多，但我会尽量讲快一点。有包含美妆、保养、生活、好用的小物跟我很喜欢的洋装们等等的，要跟大家做分享。天啊，我已经录了这个开头，大概录了10多次了，真的很紧张，因为平常拍片都是 vlog， 就会比较简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但是要坐下来的时候，我很容易词穷，然后又觉得很特别的紧张。好，总之呢，希望大家有一个愉快、很开心、很美满的2025年，跟大家分享我在2025年算是我人生中最重大的一年，就是好事发生，我跟仔焕订婚了，耶！大家看我的戒指就知道了，他真的是 he did a very very good job。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戒指，就是当初当然是有先商量好，说我喜欢什么样的款式、形状，然后跟颜色等等，然后让他去挑，他挑了一个我非常满意的大小，很棒。经过了求婚、订婚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的就是明年底的婚礼，真的好多事情要做准备，然后尤其澳洲的婚礼又超级贵，真的很贵，所以我现在今年我要尽量的不要乱花钱，然后要好好的存钱准备婚礼。本来要想说就干脆不要办婚礼，可以去旅拍啊，然后或者是说回台湾或韩国拍婚纱照，或是把钱拿去旅游这样子。其实这个想法我2个地方我都纠结了很久，但最后决定就是我觉得说，就是如果没有婚礼的话，我以后会不会后悔呢？我是抱着这个想法去做决定的。总之有一点偏离主题了，现在开始跟大家分享我的2025年年度爱用好物。首先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3瓶精华液。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是陶瑞丹的这一个精华液，它算是 CP 值超高，就是一个很日常的精华液。我已经用空了2瓶，这是我的第3瓶了，然后又用了快一半。就是我基本上每天如果我要化妆，化妆前我会涂的精华液，它很吸收的很快，然后完全不会很黏腻。这个是春夏秋冬我都会一直用，它的质地就是很清爽不黏腻。然后我记得它里面还有添加什么5滴的玻尿酸的因子跟一些积雪草的成分，所以它是很适合要让你的皮肤镇静舒缓，然后要补水效果的。这个我觉得 CP 值真的超高，很值得大家去韩国的时候入一下。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我晚上会用的这2瓶精华，我会互相交换使用。然后这一瓶就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我已经用空了，也是2瓶了，这是第3瓶还是第4瓶我忘了。我已经用他们家用了好几年了。然后去年没有介绍，是因为我去年买了这一个红山茶花的精华液，这2瓶都蛮好用的。但是总结下来，我会更喜欢这一款多一点，就不止它的 CP 值很高之外，就是用完之后我会比这一瓶红山茶花还要更有一些明显的感受。就是这一款的话，它叫做双萃精华，它是水油双管，一样它是吸收快不黏腻，熬夜换季的时候都超好用，它会直接让你的皮肤很维稳的那种感觉，然后你隔天其实是可以明显感受到你的皮肤感觉更嫩了，然后更回弹了一点。它是属于那种越用越稳定，越用越健康的那一种。它对于就是干燥的敏感肌，然后或想要抗初老的都很好用这一瓶。
超推。然后再来就是这一瓶红山茶花的精华液，小香香奈儿他们家真的是香奶奶，你用上去之后你就觉得天哪，你瞬间变贵妇的感觉，那个味道超级好闻，超级不刺激，很舒服的那种红山茶花的香味。然后它的质地我觉得会比娇韵诗那个再稍微黏一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这一瓶的时候，我觉得它稍微那个肤感没有那么的清爽，但是还蛮好推的，也蛮好吸收的。吸收完之后，你会觉得你皮肤感觉又稍微嫩了一点那种的感觉。然后这一款的话，它主打就是抗氧化，想要抗初老的朋友们就可以用这一瓶。它会有就是均匀肤色、抗干燥，长期使用下来的话，我会觉得我的皮肤确实有更稳定，然后更提亮的那种感觉。它其实我觉得对于肤色不均其实还蛮友好的。就这一款产品的话，我很喜欢，但是我不确定会不会回购，因为我觉得很好用，它让我皮肤很稳定，然后肤色确实也稍微提亮一点点，就是减少了那种暗沉蜡黄的感觉。但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再回购，因为我的第一名还是娇韵诗那一瓶双萃精华，用完之后我觉得就再也回不去，目前还没有找到比那个肤感更好的精华液。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两瓶我最喜欢用的乳霜，我把这一瓶当晚霜用，然后这个是一样是又是娇韵诗他们家的，这个是弹簧霜我日霜。先说日霜，就是大家不要看我用的是这个 sample 的瓶子，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我觉得它超好挤，因为正装我买了2瓶，已经用完2瓶了，然后它是属于那种圆的，你要用。就是你你要用手去挖，不然你就是要买一个小汤匙去挖，我觉得有点不方便。然后我又怕滋生细菌，所以我每次去买娇韵诗他们家的东西，我就会让他们再送我一个这个小 sample。但是他们这个小 sample 也很不小，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已经算是快半个正装了吧，我已经用超久都还没有用完。这个是我每次都会带出国用的，超级方便。然后娇韵诗的弹簧霜它主打就是紧致抗老，我觉得用完其实很明显，你会感受到你的皮肤会再变紧绷一点，然后有更回弹的那种感觉。然后它主打就是紧致轮廓、抚平细纹，很适合干肌的一个日霜。想提早抗初老的话，很适合用它。再来，这是我从韩国买回来，我已经用了第2支的这个日霜，不是日霜，这个叫乳霜。然后这个 cream 我平常把它当成晚霜在用，它属于清爽不黏腻，还蛮适合混干肌、混合肌肤的，都可以用。它主打就是镇静修护、长效补水 ，CP 值真的很高。我是属于就是尤其是冬天皮肤特别干燥的人，其实用完之后我的皮肤完全没有干燥要裂开的那种感觉，它属于那种滋润感很强，但是它又不会很厚重的那一种。乳霜真的很棒，而且超级值得回购，它又很不贵。然后再来就是我的面膜大军，天哪，我手上有这么多，但其实我已经用了一半了，所以我本来应该有 double 的量。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一款 Abby 的，它这个叫什么谷光甘肽，这一款的话，它其实就是可以让你减轻痘印，它可以提亮肤色，然后改善肤色不均的这一个面膜，我觉得真的蛮好用的。因为我前一阵子就是我不知道应该看得出来，我其实这边还有一点点痘印，就是我前阵子去针清，用完之后我就用它，它已经被我用了大概有6片了吧。这个很好用，而且我刚好遇到就是黑五韩国那时候在做特价的时候买了一大堆，然后这个是我剩下的最后一片，我真的很需要再赶快再去补货。但是澳洲买韩国的面膜真的很贵，我不如就是再飞一趟韩国再多囤一点。然后这一款面膜它里面就是有谷胱甘肽、烟酰啊，还有维他命 C 的成分，所以它在一定的程度上会让痘印看起来更淡、更明亮。这个很适合就是大家刚挤完痘，或是你痘还是红印的时候去敷它，我觉得改善的效果会比较好。再来就是这2款囤超多的美的惠的面膜，一样是我在黑五的时候它大打折的时候购入，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是一盒里面有11片，然后才9,900韩币，大概是澳币的话是10块，台币的话200吧，真的是超好用，便宜又大碗。然后这一款最近很红的就是 PDRN 玫瑰面膜，然后它里面的话是有含玫瑰的提取物跟 PDRN， 然后可以提升你肌肤的弹力跟活力。这一
款的话，我应该也用了1盒，因为我是各买2盒，我觉得真的很好用。这个的话，它就是敷完我会觉得皮肤很舒服，然后很补水，隔天早上起来会觉得肤色是有稍微提亮，不是变白，但是有好气色的那种感觉。这样很适合，就是你长期你要囤面膜的话，你随时都可以用的一种面膜。再来的话就是这一个积雪草面膜，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如果平常很爱敷面膜的话，平常除了补水之外，它还是一个你在泛红的时候，就是有那种敏感肌泛红需要修护的时候，就是用它就对了。这个非常适合，就是你需要让你的肌肤状态回稳的时候去做使用，尤其是比如说像如果做完针清等等之类的，用它就对了。它就是对于那种你现在正在经历肌肤屏障，然后需要舒缓抗炎的一个好物，这个很推荐大家，这个真的也可以大大的囤一下。然后最后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 Biodance 的面膜一样超好用，去年也介绍过，这一个我也是用到只剩下2片，需要再去囤货。这个呢，很适合你要搭飞机或者是你要坐下来追剧的时候可以用。就是它需要连续敷大概3小时以上，过夜敷的这种胶原的那种面膜。就是它的我想起来了，那个字叫做果冻，它是属于那种果冻面膜，我很喜欢果冻面膜那种感觉。然后它是你敷就是隔夜的时候，它会从果冻的颜色变透明，然后你撕下来的时候就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超级亮的那一种面膜。它真的超级好用，很多人不喜欢，但我个人很推荐。它里面呢有含玻尿酸因子跟胶原蛋白，很适合你需要肌肤回弹，然后又有补水保湿的那种感觉。但是不建议在你有肌肤屏障或是特别敏感的时候做使用，因为它有一点点的刺激，就是如果是特别敏感肌的人去敷它的话，可能会觉得会有点刺刺的。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美妆的部分，那其实我最推荐的就是跟去年一样 YSL 的粉气垫，我真的会无限回购，它是我的天花板之天花板，我超喜欢这一个肤感的。然后它就是让你的妆效看起来是很水煮蛋肌光泽感的那一种的效果，但是它有一个小缺点，就是它的遮瑕力没有很好，所以当你肌肤比较有瑕疵的时候，你就要用粉底液，像是这一款香奈儿的粉底液去做遮瑕。然后它这一个是很适合亚洲人的色调，这个颜色我用的是 B20， 它主打就是自然的水光感的妆效，这个真的是我要再说一次我的天花板。像大家看我的镜子有点脏脏的，但这个真的很好用。就它有一个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在澳洲我没有办法只买补充的这个锌，我必须要连壳一起买它，就会造成非常浪费钱又浪费资源，就很浪费东西。但是我最近有发现它好像出了一个这个粉气垫的粉底液的版本，我还没有用，我还蛮期待的。但是在我发现它有出那个之前，我已经先买这个 Chanel 的，所以有点可惜，因为我不是一个很爱乱花钱的人。我觉得一瓶粉底液我大概会用个1年多吧，我打算等我把它用快差不多的时候，我再去换那一瓶粉底液。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一款 Chanel 的时尚粉底液。然后这一瓶的话，我觉得好用，但是还是没有我觉得就是粉气垫那么好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它的粉感会稍微再重一点。它很适合就是像我这种干肌或是混合偏干的去使用，但是我觉得它的粉感就是没有让我很喜欢的那一种水光肌、水煮蛋肌的感觉。我想要让我的妆感再亮一点的话，我就必须要使用，比如说我的定妆喷雾然后更多补水的东西，去让我的脸看起来更亮一些。这个呢，我觉得它的妆效是属于比较像奶油肌的那一种质地，所以就是如果脸上有一点小瑕疵的话，是可以用它的。然后再来的话，一样是香奶奶他们家的这2支口红。我已经用了好多年了，就是这2个色号，我应该很难找到再属于我的色号。我现在擦的话就是90这个颜色，这2个金管的话，就是比起银管更丝滑，然后更水润一点。我是一个很容易会有唇纹的人，嘴唇看起来特别干的人，我随时随地都要用护唇膏。然后这个的话是我可以直接上唇，它不会很显唇纹，它这个超级丝滑，很水润。然后这2个色号，一个90，一个144，2个我都用了蛮久的，但是90我用的更多。这2个颜色
90的话，我觉得就是很适合那一种你想要妈生好纯、很自然的那一种粉肤色。然后这个的话会稍微再重一点点，这个像是干燥玫瑰的那一种颜色，我觉得两个都很好看。那如果我平常就是比较素颜一点的话，我就会用144。然后如果是我已经化了妆，然后想要走很清淡那种很自然的妆容的话，我就用它。然后再来的话，第3支唇膏也不是唇膏，这个叫做唇油。这个呢是我去年也介绍过的 Dior 的，但是这个颜色是我上次还买了另外2个颜色嘛，这是我的最爱。这个是它好像是今年新出的颜色012，它叫做一个 Rosewood， 好像是一样干燥玫瑰的颜色。这个涂上去也是让你的嘴唇直接看起来就是妈生的那一种好气色。这个很适合亚洲人的肤色，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因为我不喜欢唇釉让嘴唇会有那种黏黏的感觉，但这个不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很喜欢野生眉或是轻欧美妆容的，真的可以用这一支，但是你们应该会有一点难买，毕竟我是在澳洲才买得到，然后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个牌子，这是我平常去的那个美容店嘛，不叫美容店 ，Beauty Clinic， 反正它是一个专门帮人家做眉毛的地方，就是你要烫眉啊、修眉啊、染眉啊，都会去，就是澳洲人很喜欢去的那一种眉毛店嘛，就是我自己平常偶尔我也会去，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很喜欢那种自然的眉流感，要根根分明的那一种野生眉的眉流。然后因为在澳洲烫眉毛还蛮贵的，一次维持也只能维持大概3周左右，然后每一次烫就台币差不多要2000多块钱，所以我都会寻求这一种眉胶，很好用的这个眉胶，就是我是属于那种眉毛的那种毛很硬很硬的那种亚洲人的毛囊，每次我只要天气一热它就会塌掉。就像我之前有买过 Anastasia 的眉胶，它只要那个天气一热的时候它就会塌掉，但是这一款不会，这个真的很好用。但我当然啦，我可能要上个2到3层它才会完全定型，然后可以维持一整天都不会掉，这个真的很好用。其实我之前还有用过一款我澳洲朋友推荐给我的一个眉胶，但是那个牌子呢，虽然它是说什么 vegan 啊，然后还是什么就是很天然的那种材料，但是竟然让我的眉毛过敏，那一块皮肤已经就是干燥、红痒、痛，大概快了2个月，超级推荐给大家的。如果有很喜欢这种野生眉流感，寻求一个不会让你眉毛塌掉的一个眉胶，然后澳洲又刚好有朋友的话，就可以买这一支哦。最后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 Fix 的定妆喷雾，韩国人手一罐，然后一定是无限回购，我自己个人也是无限回购，这次又回来囤了2瓶，1瓶可以用差不多快1年，可以至少用大半年吧。它的粉质超级细腻，看得出来吗？看不出来，因为我之前也用过别的牌子的，就是定妆喷雾，但是每次都会有时候会那个喷头会喷出像是有人在脸上吐口水那种感觉，就很不均匀。但这一个超级均匀、超级细腻，然后会马上让你有那种水煮蛋肌的感觉，很适合干肌混合偏干。这一款真的是超好用的，想要那种自然的妆效就很适合用它。但是它的定妆力我觉得真的还好，它的定妆力没有那么强，但是很适合你想要有水煮蛋肌，或者是不是大热天没有大爆汗，你不需要去外面曝晒的时候去用的定妆产品。如果你是一个很会流汗的人，然后需要很厉害的定妆产品的话，就用蜜粉吧。然后再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瓶洗发乳，这一瓶洗发乳真的是超好用，就是我的头皮跟着脸一样属于很干的那一种，所以我的头皮就是以前洗完头还是很容易出头皮屑，所以我就要用那种头皮精华，但我又觉得很麻烦，我是一个很懒的人。然后直到我发现它叫做生发洗发乳，这一个我用完之后，我竟然完全没有头皮屑了，就让我的头发很自然的那种很滑顺，然后很蓬松的感觉。虽然我是属于细软塌的头发，大家看我头发就知道我头发超级塌的，然后又很难夹蓬。我刚刚查了一下才发现，原来它真的是有，我以为它就是常见发根，然后头皮护理，
的一个洗发乳，没想到它真的主要的功能还有去屑舒缓，所以我觉得它是真的很有用的，因为我个人感觉就完全我不会有头皮屑了。然后跟大家分享这个成分亮点，我没有办法背起来，它里面的话是有益生菌、绿茶精华、咖啡因、生物素，还有薄荷、樟脑、植物精油，所以它洗起来是属于那种很清爽、很 minty， 就是很薄荷的那种凉凉的感觉。夏天用的话，我觉得会超舒服的。它的清洁力很强，但是一点都不会干涩，所以呢，它很适合想要改善掉发、发根薄弱，或是你头皮很容易出油、有头皮屑或是有痒感的人去使用。而且它其实也不贵，韩国人真的很会发明东西耶，这个真的很好用。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也是我们在黑五的时候有做特价的时候我去买的。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另外一个生活小物，第二个我的 Prada 这个有蜡皮的包包。这个呢，我觉得超级适合日常去背的，就是我平常上班的时候都背它。我觉得它就是很适合你，里面你要放梳子啊，你要放你的太阳眼镜啊，然后你要放你的钥匙，还有什么护手霜啊、化妆品啊、补妆品等等，你都可以放进去，超好用。而且它这个颜色看起来就超级时尚的有蜡皮，超级好搭配。它这一个本身它还出了一个背带，你可以斜肩肩背，但我觉得那样不好看。我的个子很小，才156，对我来说也不会太大，很刚好，所以小个子的人也可以去买它。如果是再更娇小一点，想要更小一点包包的话，你就可以买它新出的，它还出了一款 mini。但因为我小包很多，所以我很需要一个中型的包包去配合我日常做使用。然后除了你不要装书、不要装电脑那种太重的东西的话，这个真的已经很够、很足够去支撑你的 everyday essential。真的很漂亮，这个有蜡皮的包包。我真的超级喜欢的，那我真的去韩国的时候也背它，去旅游的话也超级够装。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身为洋装控的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澳洲3个小众牌子的洋装，陪伴我度过一整个2025年。就是我穿它们出门，至少每个都有10多次，超级好穿的洋装，各种场合都能穿。第一个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呢，是澳洲的一个牌子。它叫做 Dish， 他们家的东西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因为我觉得他们的材质没有很好，就是属于可能是年龄20、30岁中间，然后它是没有很贵的那一种小众的牌子，价位的话可能在台币2000到5000之间的一个牌子。然后这个算是我在他们家唯2买过的东西，真的是天天都在穿。在澳洲，女生如果不喜欢穿内衣的话，你就不用穿内衣，但是你又怕激凸的时候，有时候你还不得不贴乳贴啊等等之类的。但这个洋装你根本就完全不用贴乳贴，它就不会让你激凸。然后它还有口袋，它前面还有2个开叉，形状又很漂亮，它是属于那种芭蕾舞裙的那一种感觉。上身的话，它是比较贴身、比较紧的，然后下面它就是很自然的垂下来。然后这个材质它是纯棉的，真的超级舒服。虽然它侧面有一个拉链的设计，但我完全没有用过，我是直接咻就套进去穿了，看起来超级 effortless 的，就是你不用很努力，看起来就很精致的那种穿搭。这一个你配一个就是很流行的那种 mesh 的芭蕾舞鞋，超级漂亮，超级知性。然后再来跟大家分享的话，就是这一个挂脖，然后后面有大露背的一个洋装，它的长度也超级刚好，跟刚刚一样，都是属于 midi 的长度。就是因为我们个子比较娇小，有时候买澳洲洋装超容易拖地，你就要很仔细的看你买的是 midi 还是你买的是 maxi， 因为 maxi 的话它就一定会拖地，会超长的。然后如果我们买澳洲人穿的 midi， 会接近我们脚踝的长度。这个的话是 Beckenbridge 他们家的，这个露背超级好看。它虽然没有口袋，但这个真丝的，然后又很细，超级适合在夏天的时候穿，超级漂亮。这个也是去年整个夏天我穿了至少有10多次吧。这一个很适合你要去吃一个漂亮饭啊，然后你要跟朋友去逛街的时候都可以穿它，超级漂亮。再来的话就是这一件，这个是我工作的牌子 Zimmermann， 澳洲应该算是世界知名的一个牌子，最近这2年在中国超级红，因为好多女明星都在穿他们家牌子的东西，
台湾目前没有柜，台湾如果要买的话，只能向海外购买，然后你要付税金什么等等的。所以如果你有亲朋还有来澳洲的话，超级值得买。然后这一款的话呢，它是属于很度假风，然后很平口，超级散状，很轻飘飘、很飘逸的那一种洋装。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还有2个口袋，超级舒服的。我是11月买它的，我已经穿了至少10次，每次我出门或是我连去买菜我都会穿它。像我上次我们公司的那个 Christmas Party 的时候，我就穿了这个，然后配我那个路易威的那个草包，这就是我3件超级喜欢的洋装啦。今天就这样啦，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影片，然后不要忘记按赞，拜拜。差点忘记跟大家分享最后一个生活好物，就这个 LG 的 Stand By Me 2，它真的是超好用的。这一个呢，还可以把它给拔下来，可以带去就是露营用，很好用。早上都会把它拿到外面阳台去看影片。然后这个你还可以把它转成直立式的，这个还支援 Netflix， 超赞的，可以上网，还可以连就是我们的那个蓝牙的那个音响，而且重点是不需要遥控器，就还可以触控，我觉得它超赞。超好笑的，你看它在外面也用，很好用哦。